黑盟成员范劳率领血宗前来剿灭萧门。生死关头，萧炎及时赶到救下萧丽，而萧炎还活着的事实，让萧丽重燃生的希望。随着范劳被异火焚身，他与萧炎的恩怨纠葛也随之消散。可是，萧炎与韩风之间还未了断，这场同门之战势在必行。见过大长老和诸位长老。萧丽在黑角域这几年，承蒙长老们的照顾，感激不尽。萧炎能为学院舍死忘生，你是他亲二哥，我迦南学院自当护你周全。萧炎谢过大长老。好了，再说今日你二哥和他手下还要与我迦南学院并肩作战。诸位。2年前，我迦南学院历经劫难，遭受外人羞辱。虽说这2年我们不断敲打曾经进犯学院之人，但那恶贼韩风以其药皇的身份组建黑盟，仍逍遥法外。唯有将黑盟连根拔起，让韩风伏法，才能解我迦南学院心头之恨。犯我学院者，必诛。出发！这次，便由我来替老师清理门户。各位，想必这2天你们也听到了些消息。当年内院那个叫萧炎的小子还存活于世。萧炎，那个打败了韩盟主的萧炎，他不是死了吗？就连血宗宗主范劳也死在了那小子手中。虽然我与萧炎接触时间不长，可也能看出他是个睚眦必报之人。在座各位可是都参与了当年那场袭击，想必他不会轻易放过我。若是他来寻仇，诸位有几成把握能保下命来？呵呵，韩兄，我们当年成立黑盟，不就是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吗？纵使他萧炎再强，那也双拳难敌4手。就是，怕他不成？大家不要杞人忧天，谅他也不敢再过来。如诸位所言，当初成立黑盟，正是为了防止迦南学院的报复。我已派人四处打探萧炎的行踪，若有消息，便会立刻通知诸位。到时候不必他找上门来，我们自己便能抢先动手。盟主英明。只是，若真抓住了萧炎，我希望诸位能把他交予我处理。作为交换，我会给予大家一个满意的报酬。只要我能得到萧炎所修习的完整分绝功法，那跻身大陆巅峰就指日可待了。韩兄，金英二子可是有什么事？我们的老朋友又来了。哦，原来又是迦南学院那帮老家伙，次次盛世而来，败世而归，没想到还敢再来，真是锲而不舍啊！能让我的海心宴都感到忌惮的东西，难道是？前方即是黑盟总部封城，大家小心。城中强者不少，我已经感应到很多熟悉的气息。才短短2年，韩风竟能组建起能够抗衡学院的势力。韩风身为6品炼药师，其影响力足以号令黑角域的一众强者。毕竟谁不想得到一枚药皇韩风的丹药？韩风交给我，大长老应付金银2老，应该不成问题吧？哼，那2个老家伙不过是凭借孪生默契才能与我暂时交战，并不能抵抗多久。那便好。大长老，若此大战擒住了韩风，能否将他交于我？你是在打那海心宴的主意吧？
海心宴的确是非常珍贵的异火，不过据我所知，炼药师顶多只能掌控1种异火，可你竟能掌握2种，如今还想继续掌控第3种异火，是否太过危险？我身负血仇，没资格去想什么事情太过危险。或许掌控海心宴，依然会让我经历生死磨难。不过，就算只有极低的成功机会，我也不会放弃，因为我知道，一旦成功，便能拥有足够的力量。若是失败，被异火反噬也是正常的事。唉，你这是在拿命来赌啊！以你的天赋，就算是正常修炼，也能有不小的成就。但我的目的，不仅仅是那所谓的不小成就。若有机会帮我向药尊者问声好，当年院长大人与他有着一份交情。您是如何察觉的？小家伙，不要小看斗宗强者的眼力，更何况我以前也是见过药尊者的。放心吧，我不会外泄此事。不过看你对寒风如此仇恨，恐怕药尊者当年陨落的事，应该和那家伙脱不了干系。萧炎，多谢大长老替我守口保密。要到了。啊！快看天上！二哥，这是装了枚小心佛怒火莲的瓷瓶。如遇生命之危，只需灌入斗气，抛出即可，威力不小，你可用来防身。那你放心，区区一个寒风，我能对付。何方宵小，也敢来冒犯我封城？寒风，当年你袭击内院，今日便彻底将这恩怨了结吧。萧炎。让海心宴忌惮的那道炽热气息，竟来自你。许久不见了。海心宴比青莲地心火排名靠前，怎么可能会受他影响？2年时间，这小子究竟经历了什么？2年不见，你倒是越来越威风了吗？当年你好运捡了条命，不知道今日是否还有那么幸运？狂妄的小子！当年你敢与我抗衡，不过是凭借借来的力量。那个老不死的，就在你体内吧。今天，我会用自己的力量，来帮老师清理门户。就怕你没那个资格，萧师弟。萧炎和寒风竟然师出同门，寒风师从药尊者，这萧炎难道也是药尊者的徒弟？我看他们不像是师兄弟，更像是生死仇敌。苏仙大长老，你们大张旗鼓来封城，就是为了了结恩怨？解散黑盟，恩怨自然就了了。大长老何时说话也这般幼稚了？想要黑盟解散，你迦南学院如今有这个资格吗？那便试试。苏长老真是好威风，锲而不舍地来自讨苦吃。既然苏大长老执意要找我黑盟的麻烦，我等只好奉陪。不过，看在你们送礼上门的份上，我不会让迦南学院太过难堪。今天就让这帮只知道教书的老家伙见识一下黑角域最强联盟的真本事，可别让人以为我们黑盟是想捏就捏的软柿子。今日势必要一雪前耻，洗刷2年前内院之辱。若是不想再狼狈而回，就都给我拿命拼了！
萧炎，寒风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拖住他，直至我打败金燕二老。我虽不一定能干掉寒风，但定不会让他插手其他地方。这一点我保证。那便好。今日这场战斗，我内院是否再次狼狈而回，全看你的了。我就是不明白，明明我是他最出色、最满意的学生，可当年他为什么就是不传我焚诀？如果他把焚诀给了我，我一定会一直尊重他。可惜，最后的结局，这都是他自找的。没有老师，你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儿。老师视你为己出，你却为了一卷焚诀背叛了他。说你是混蛋，都是抬举你。既然视我为己出，为什么不把焚诀传给我？我与他相处那么多年，凭什么你这混蛋能够得到？你已经得到了焚诀，当然可以这般大义凛然。若你处在我的境地，你会怎么样？哼，恐怕你也和我一样吧。龌龊之人，总是用龌龊的眼光来看世界，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罢了。小师弟，只要你肯将完整版的焚诀交给我，我可以把黑盟让给你。我还有很多高阶的药方，只要你提要求，我都可以答应。怎么样？哼，可以。拿你的命来换。碧绿色的火焰，你的火焰似乎有些怕我的异火。你改换了异火？师兄，老师当年受到的伤害，便让我今天替他了结了吧。当年之事，唯一让我遗憾的，只是没能得到那完整的焚诀。不过你现在亲自给我送上门了，果然无可救药。这2年果然成长不少，可惜对我没用。海心焰正在被分解。有古怪，这家伙果然如老师所说，不管是炼药术还是修炼，都有极强的天赋。能被那老家伙看中，果然不简单。先前倒是小看了你。这家伙心机真深，连我们都不知道他已经快踏入道宗阶层了。小家伙。这一次，你还拦得住寒风吗？你是这2年中第一个令我施展全部实力的人。只是半只脚踏入斗宗而已，值得这么嚣张得意吗？至少用来收拾你足够了。最硬的小师弟。是你。已经炼化了陨落心炎，原来如此。你用焚诀融合2种异火，这就是能分解海心焰的原因。恭喜你，猜对了。
你又一次让我认清了焚诀的价值。只要将你打败，焚诀、星元地心火、陨落心炎，他们都将是我的。疯子，就怕你没这个本事！小小的星火也想对我造成伤害。小师弟，看来你的实力不如你的嘴皮子硬啊。那么这就开始斗气枯竭了？看来师兄我真是高看你。现在高兴，是不是太早了？师兄，同样的亏会吃2次，看来我也是高看你了。